我和妹妹一起救了首富。你们救了我，我给你们2个选择：第一，拿走这张1000万的支票；第二，嫁给我的独子。听说首富独子长相丑陋，于是妹妹求我选择嫁过去，却没想到首富独子正是校草情怀，婚后对我更是宠爱有加。而妹妹拿着钱却迷上了赌博，被人骗财骗色，出于嫉妒，她把我推下高楼，却不慎自己也掉了下来。再睁眼，我重生到了选择那天。叔叔，我选择嫁给你儿子。妹妹也和我一起重生了，1000万比嫁给一个变态合适的多。本来还想着怎么把这个火坑让给他，真是刚想瞌睡，老天就送上枕头。诗雨，你是姐姐，你先选。姐姐，我听说叔叔的儿子长相丑陋，性格不好，你吃不了这种苦，所以还是我嫁给他。你确定吗？将来不会后悔吧？绝对不会。回家后我还会和爸爸妈妈说你好话的，以后再也不会抢你的东西了。好啊，妹妹，你记得今天的话就行了。叔叔，我选1000万。那好吧。爸爸，您放心，我以后肯定会和老公一起好好孝顺您的。医生说我身体很好，3年能给您抱2个孙子。以后我哪里做的不好的地方，您和我说，我保证改。好，有了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我们家没有别的规矩，唯一的规矩就是只有丧偶，没有离婚。爸，你放心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会和老公离婚的。你父母的命在我手里，你除了乖乖听话，别无选。前世他们知道我重情重义，用父母的性命压制我，而对付妹妹显然更简单，用钱就够了。贪婪自私的妹妹和变态恶魔太子爷，真是绝配、顶配、天仙配。爸妈，我要嫁给首富的儿子秦淮了，以后我就是秦太太了。你说的首富是他吗？不是他还能有谁？他儿子秦淮就是我们大学的校草，你们之前给我报名的时候不是看到了吗？特别帅又温柔。首富爸爸说半个月后就是好日子，到时候就举办隆重的婚礼。爸妈，以后你们就是首富的亲家了，开不开心？开心，当然开心。哎呀，我的乖女儿，快坐下，爸爸去给你洗水果倒饮料。首富出手就是给母校捐赠了13亿啊，那得多有钱啊！他们家的产业钱多的几辈子都花不完，市中心租金最贵的高档写字楼全都是他家的。首富说了，他们家就一个要求，就是没有离婚这回事。笑死，嫁到他们家了，谁还想离婚啊？天天做梦都要笑醒。首富那么大方，让诗雨嫁给他儿子，那给了诗雨什么？哦，就给了1000万。诗雨啊，你一个女孩子拿那么多钱在身上也没有必要，妈妈帮你保存着，等你以后要的时候再给你。你嫁了那么好的人家，理所当然要帮衬家里，快拿钱给你妹妹买零食。果然和前世不一样，却又一模一样。就因为他小1分钟，嘴巴甜，所以这辈子的爱全给了他。爸妈，不是我不想给，但是这钱是首富给我的，如果被你们拿走了，首富会怎么想？他们会觉得我们家是卖女求荣，妹妹嫁过去了也会被公婆看低一等，在豪门抬不起头啊！不就是1000万吗？爸妈，你们也别找姐姐要了，等我顺利嫁给秦淮后，这些钱要多少有多少。是，还是我们诗情有出息。不过姐姐你要答应，以后你不能出现在秦淮面前，也不许在家里住了。这是怕我和秦淮发生点什么呢？以前怎么不觉得妹妹这么可爱，如今这言行真是深得我心。好啊，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，没有你们的通知，我绝对不会回来。以后我就祝你和妹夫琴瑟和鸣，早生贵子。哼，姐姐现在嘴巴真乖，以后要是也这么听话的话，我心情好也不是不能赏赐你仨瓜俩枣。没有了极度猖狂的妹妹，没有了变态恶魔的老公，没有了贪得无厌的父母，这天都变蓝了，风都变浪漫了。1000万真的能做很多的事情，比如在市中心买一套精装修的单身公寓，拎包入住，门口还有保安巡逻，然后开始创业，实际上就是炒股。前世我亏过，但也记住了几只稳赚不赔的内部妖股，低调分散买入，绝对错不了。至于实体经济，餐饮、服装、美容等我都没有太大的兴趣，但是电商经济我很看好，将来他们能蚕食70%的实体店。注册好公司，选好公司场地的时候，我也收到了妹妹和秦淮大婚的请帖，十分精致。姐姐，你收到请帖了吗？收到了，真精致好看呀！能不精致吗？我特意找人做的私人定制，麦穗是黄金打造的，上面晶莹剔透的，是真翡翠哦。光一个请帖的成本就要8000多呢。哇，这得花不少钱啊！
也不多吧，就几百万的样子。这些对于我们平家来说就是毛毛雨了。你看到喜帖上的字了没有？名字是不是写的特别漂亮？全部都是我老公秦淮写的哦，字如其人。他不仅人长得帅，字也写得好看吧？姐姐，你是不是后悔当初听我的话，没有选择秦淮啊？怎么会呢？看着妹妹这么高兴，我也高兴呢。姐姐，你还真是没出息啊！2辈子都活该被我踩在脚下。而我也盯着请帖上的名字，这字迹我太熟悉了。哎，别乱动，这幅字还没写完。好看的手在作恶的时候也是那么好看。秦淮是我的心结，如果不解决它，它就是我一辈子的梦魇。300万变成了3000多万，为什么我不能再大胆一些？羡慕首富，成为首富，超越首富。诗欣，余生我会好好疼爱你的，绝对不会让你后悔嫁给我。我相信你，老公。秦少这演技又精进了，这女的还真以为自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，我看她能撑几天。敬酒的时候，我作为新娘子的姐姐想走也不能走的。于是在这一世和秦淮的第一次相见，我尽量低着头掩藏好自己，但还是引起了秦淮的注意。周诗雨，好久不见。虽然你是我妻子的亲姐姐，但好像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吧？听说你很忙，都忙什么呢？连家宴也不来参加。平时工作太忙了。哦，姐姐平时忙些什么？说不定我能帮帮忙呢。老公，那边还有好多贵宾等我们去敬酒呢，别在这里耽误时间了。好，听老婆的。诗雨啊，你今天可一定要回来，家里都等着你呢，早点到。我本以为诗情会怕我撞见秦淮，绝不会叫我回门。妈这通急促的电话反倒印证了我的猜测，秦淮根本没陪她回来。既然不用面对那个变态，我又有什么理由推脱？原来他昨晚就动手了。前世他好歹还装了1个月的温柔。也是，这包可不是白拿的。秦淮对女人向来大方，花钱如流水，但前提是他主动愿意给。一旦女人主动贪财，在他眼里就只是个花钱买来的玩具，玩具而已，想什么时候玩就什么时候玩，哪还需要挑什么新婚之夜？天哪，妹妹，怎么才一晚上不见，你变化这么大？哦，对了，我都忘了，昨天是你和妹夫的新婚之夜，折腾了一晚上，泪点也是理所当然的嘛。妹妹，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姐姐，姐，算了。诗情，怎么不吃菜啊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昨天喝多了酒，喉咙发炎，吃不了辣的。哎呦，我的傻闺女，等着，妈这就去给你煮海鲜粥。喉咙不舒服，恐怕是昨晚秦淮就暴露了控制欲，逼着吞了太多不该吞的东西吧。他会不断试探他的底线。对了，诗情，女婿呢？就算再忙，回门这么大的事儿，也该跟着一起来吃顿饭啊！能耽误多久？他很忙，公司有个上亿的项目要谈，走不开。再大的生意也不能连回门都不来吧？这也太不懂规矩了。你懂个屁！女婿是做大生意的人，分分钟几百万上下，跟你这个一辈子拿死工资的废物能一样吗？别听你爸胡说，只要你跟女婿好好过日子，比什么都强。姐姐，你这些天没上班，都在外面干什么呢？没干什么，就是逛逛街，出去旅游，散散心。逛街，我也喜欢逛街，不过我跟姐姐你逛的可不是一个档次。我逛街商场都是直接清场的，别人加价几倍都抢不到的限量款，我要多少有多少。前天我就逛了2个小时，随便花了600多万。乖乖，600多万！我的天哪！诗情啊，你花这么多钱，女婿会不会生气啊？这点钱算什么？他根本不会放在眼里。他给了我一张没有额度的黑卡，随便我刷。哇，这么厉害啊！诗情，你现在可真是太幸福了。我们诗情有本事，嫁得好就是不一样啊！爸妈，你们想买什么尽管说。爸，你之前不是一直想买辆跑车吗？买！妈，再给你买个帝王绿的翡翠手镯。哎呦，还是我的宝贝女儿最孝顺，没白养你这么大。不像某些人白吃家里这么多年饭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我和妹妹不一样，妹妹现在是有金山银山，几辈子都花不完。我买了房子后，剩下的钱也不多，平时也都要省着花呢。也是，姐姐你这辈子也就指望着这点钱过一辈子。姐姐，
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羡慕我？何止是我羡慕啊，这外面有多少女人挤破了头都想取代你当这个秦太太了。我看哪个不要命的贱蹄子敢勾引我老公，谁敢来抢我的位置，我弄死他！想要取代我，除非等我死了。那就祝你好运。诗雨，刚才车上坐着的那个女人，我怎么看着那么眼熟？好像就是这2天朋友圈里疯传的那个秦太太。别说，离远了看，她长得跟你还真有点像。诗雨，你认识她吗？不认识，长得像的人多了。诗雨，你看秦太太这朋友圈又在刷屏了，这一上午的功夫连发了10条名牌包和珠宝。听说她这2天消费疯了，其实内部都在传这新媳妇花钱跟泄洪似的。也是，妹妹花了她这么多钱，以秦淮的性子肯定会报复。妹妹受了虐待，就想用钱弥补痛苦，而她花的越多，秦淮就玩得越狠。这种死循环，迟早要把人玩死啊！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公司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姐姐，你最近还在你那个破公司加班吗？别干了！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姐姐，医生检查了，说我肚子里的是男孩。这种情况下，居然还能怀孕？听到了吗？生下来就是未来的小太子爷，是要继承秦家所有家业的。我看现在谁还能撼动我的地位？秦淮再怎么玩，这秦太太的位置，他也得让我坐稳了。秦家子嗣单薄，秦建华那一辈就秦淮一个孩子，这一胎确实是他的护身符。那真是恭喜了，孩子健不健康？当然健康啦，医生还说有什么超雄什么的，我也没听太清楚，大概意思就是说这孩子以后很强壮，力气特别大吧。超雄综合征，没文化真是太可怕了。妹妹，我听说过超雄综合症，好像会有暴力倾向。周诗雨，你少给我诅咒我儿子，你不过就是嫉妒你当时生不出儿子，而我现在能生出孩子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，你嘴里口口声声说对秦淮不感兴趣，实际上你就是惦记他，羡慕我现在日子过得好。姐姐，我警告你，我能弄死你1次，也能弄死你第2次。妹妹，你在说什么奇怪的话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别的话听不懂没关系，但是你要是敢和我抢秦淮，我就弄死你，听懂了吗？你放心，绝对不可能的，我死都不可能和你抢妹夫，她永远都是你的。前世我其实怀孕过2次，但每一次都是这个结果。大半夜的，你想去哪？这个孩子不能留，产检结果出来了是超雄，医生说这极有可能是遗传。我查过了，这种病是隔代遗传。你爸在外面有那么多女人，却只有你一个孩子，就是因为这个病很难有子嗣。乖乖给我生下来，如果你敢动这个孩子，我就弄死你。好啊，那你就杀了我，我迟早要死在你的手上。你们一家暴力狂能养出什么样的好孩子？周诗晴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周总，年纪轻轻就有这种魄力，这10亿融资只是敲门砖，3年上市指日可待啊！敬您吉言，期待后面的合作。妹妹生产了，8斤3两的大胖小子，虽说婴儿刚出生都不太好看，但这个也太丑了。不过情人眼里出西山，他们现在可是觉得这孩子好看的不得了。真的是太过分了！你才给他们家生了个大胖小子，他就这么打你，这还有没有天理了？这事我必须要去找他们要个说法。不行，让秦淮当面给你道歉。哎呀，你别去了，你去了能解决什么问题啊？你去了也是白去。你以为秦家大门是你想进就进的？他们压根就不会见你的。他们不见我，我就去告他们。我就不相信这个世上没有王法了。爸爸，我支持你，大不了妹妹和他离婚。不行，我不能和他离婚。我好不容易才熬到如今这一步，要是离婚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我是宝宝的妈妈，是秦太太，将来秦氏集团都是我儿子的，我绝对不会放手的。
姐姐，你就是嫉妒我，想取代我的位置，对不对？我是不会入你院的。那行，当我没说。我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我先走了。刚开始还能看到妹妹在朋友圈炫耀宝宝的照片和视频，只是她再也没有露过脸了，因为她脸上的伤就从来没有好过。听爸妈说，以前她还能一掷千金，可生了孩子后，她就被禁锢在家里，全职带小孩，1分钱都花不了。那一说是奖励给她的奖励，其实也就是走个过场。进了秦家的门，就没再出来过。在那个变态窝里，她已经不再是那个风光的秦太太，而是一个不被允许踏出门一步的笼中鸟。诗瑜啊，你是不知道，秦淮那畜生现在连装都不装了，天天把事情关在屋里。既然过得这么惨，妈，你没劝他离婚？离什么婚？那秦家花在咱们身上的钱买的跑车首饰，万一离婚了，秦淮让咱们还怎么办？哎呀，忍忍就过去了，那可是首富家。哎，有些父爱和母爱，但是真的不多。这一切都是他周诗莹自找。周总，1个月营业额突破3000万，养活100多家工厂，这个体量原本计划3年的上市，我看现在就能提上日程了。周总，咱们3个月的净利润已经超过了一家上市公司1年的总和，现在全行业都在看咱们的脸色。周总，虽然最近冒出来不少跟风做直播的公司，但咱们那3个顶流主播的地位，现在谁也撼动不了。市场这块蛋糕，他们盯着也没用，入场券已经在咱们手里了。周总，秦氏集团那边已经是这周第3次发来邀约了。那个秦淮秦公子说想约您，不是想约法人代表吃个饭，谈谈直播市场的合作。照旧回绝掉，就说没空。拒绝，竟然连续拒绝我3次，那个公司的老板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查不到，法人站表叫周小姐，是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，但背后真正的操盘者一直没露面。怎么，连你也想给我脸色看？救命！爸爸妈妈，救救我！他就是个恶魔！离婚！我要和秦淮离婚！他们全家都是魔鬼！怎么，才刚嫁过来就想反悔了？我没有反悔，我只是不想再被你打了。在绝对的权势面前，他们最终选择的还是自保。姐姐，我们换回去吧，你去秦家好不好？本来当初首富看中的就是你，我不抢了，我再也不和你抢了，名分、钱、珠宝全都是你的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只要活着就行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我给你磕头。哦，原来应该是你姐姐嫁给我的。当时叔叔确实是有这个想法。其实你妹妹刚才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哼，只要你愿意跟着我回家当我的老婆，我就可以放你妹妹回家了。姐姐，妹妹，你想的可真美啊！当初你说你绝对不会后悔的，现在后悔也晚了。你总是这么懦弱，明明欺负你的人就在眼前，你却只敢跪着祈求他放过你一命。你就像条狗一样，只会摇尾乞怜。不过狗都知道被欺负狠了要叫2声，咬上一口，而你什么都不敢，真是个废物！我弄死你！保护秦少，送秦少去医院。诗雨，这下全完了，秦淮被刺伤了，他回头肯定会报复我们的，对不对？他是首富的儿子，咱们家会被他活活捏死的。诗雨，咱们怎么办啊？废话，以他的性子，当然会报复，而且是死里整的那种。可以了，按计划把那些证据直接交给税务局，带着那几个受害者直接去局里报案，联系好的新闻媒体立刻跟上。我要在半小时内看到全网通告。还有，盯着股市，从明天起秦氏的股票会大跌，告诉股东们，秦氏股价再低也别去收。我要等他们宣布破产后，以更低的价格收网。诗玉啊，你刚刚在说什么？什么税务局？什么股价？我们怎么听不懂啊？待会儿你们就懂了。
下面播报一条最新消息：本市首富之子秦淮先生今日因涉嫌强奸未成年人、谋杀等多项罪名，已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。接到群众实名举报，秦氏集团董事长钱华先生涉嫌多年偷税漏税、非法走私及暴力伤人。目前警方已正式立案，对秦氏总部进行突击检查。秦氏集团被曝光强制拆迁，拆迁队员皆是黑社会成员，多次打伤村民。视频已被曝光，据认为反响实讲极度恶劣。周总，咱们公司旗下的所有主播都在直播间带这个话题，舆论已经彻底炸了，甚至都不用买热搜，全是自发流量。继续推，让主播们把秦氏这些年的陈年烂账都翻出来。我要舆论成为压死他们的最后一根大山。这一连串的大动作让秦氏彻底站在了风口浪尖，2位管事的老板都被带走了，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瞬间人心惶惶。这种推波助澜下，跌停只是开始。任谁也没想到，一直屹立在市里的王者会在一夜之间从云端跌落到淤泥里。秦家那些亲戚一听出事，全带着金项链和存折跑了，也就适应命苦，被警察评问完给送回来了。被告人秦淮判处有期徒刑16年，被告人秦建华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出来了又能怎么样？这辈子你们就在里面慢慢腐烂吧。秦氏宣布破产了，我用极低的价格把这栋楼收了过来。俯视楼下，众人都像蚂蚁一样渺小，难怪有那么多人拼了命也要往上爬。这36楼的风景果然更美。周董，这是一封寄给您的私信，来自第1监狱秦淮。世如，我也重生了，难怪我在婚礼上看到你第一眼的时候就心悸了，原来你才是我的猎物。不过很可惜，我直到现在才重生，要是早一点就有意思多了。真的，你比你妹妹讨喜多了，也更适合当我的宠物。才16年而已，只要我表现得好，很快就能出狱了。你是不是也很期待和我重逢啊？有空记得来看看我，不然我的手段你也清楚的。期待重逢，秦淮，你怕是没那个机会了。曾经的太子爷染上了一身洗不掉的性地，彻底沦为了最底层，连烂泥都不如的存在。半年后，他终于受不了了，拿了把磨尖的牙刷想要自杀，结果被送去抢救。世宇，你以为你躲得了我吗？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你做的，毁了我的公司，毁了我的一辈子。但是没关系，我爱你，我选择原谅你。你猜我为什么大晚上的坐在这里？因为我在等你。不愧是我玩过最好玩的猎物了，还是你懂我。你以为你运气这么好，说逃出来就逃出来？放心，你不会死的。等天亮的时候，我就会报警。你伤得这么严重，肯定会被送到疗养院。还记得当初你对我做的那些事情吗？我会100倍还给你。一切都按着计划进行。秦淮后悔逃出来了，因为他发现外面的世界比监狱更像地狱。周董，秦淮今天又在里面忏悔认错了，说想见你一面。让他省省力气，这呻吟声刚好给我助兴。周董，你妹妹那边出大事了。说，你妹妹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，不知道怎么着火了。要不是路过的邻居叫了消防车，她就被活活烧死了。可是更恐怖的在后面，就在昨天晚上，你妹妹脱险后疯了。既然疯了，就送去疗养院吧，让她跟秦淮好好作伴。周董，您看，他现在每天都想着办法虐待秦淮，太恶心了。我没兴趣看这出狗咬狗的戏码了，让他们在那里面好好相互陪伴吧。我们走，去见那个新来的投资方。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，秦建华被判无期，秦淮锒铛入狱，秦氏集团被我收入囊中，我成了这座城市最年轻的女首富，手握商业帝国，再也没有人能欺负我。可我错了，有些仇恨就像埋在地下的毒根，只要还有一丝养分，就会重新破土而出，长成参天的毒树。3个月，
我的商业版图已经从直播电商扩展到了新能源和生物异照领域。晚星集团，这是我亲手建立的帝国。站在36层的落地窗前，我以为我已经彻底俯瞰了这座城市。周董，这是前台刚刚收到的，送件的人说是特意放在您的专属信箱里的。专属信箱，这种质感不是寄过来的，是有人亲手塞进我的地盘。秦建华，他身边的女人为什么长得跟我一模一样？亲生母亲，这种字迹到底在哪里见过？我一直以为我和周诗晴虽然是双胞胎，但是也不可能长得完全一样。可仔细一看，我们根本一点都不像。我根本不是周家的亲生女儿。难道……林薇，帮我查一下1998年7月15日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所有出生记录。好的，周董，我马上就去查。知道了，满分也没见，多长2块肉，一边去。哎呦，妈的乖乖，进步了！走，妈带你去买你相中很久的那条红裙子。妈，我好烫，水。诗晴，帽子戴好，游乐园风大。妈，那是我的学费。学什么学？你妹妹相中那个最新款手机3000多，你是姐姐就该让着她，这钱先紧着你妹妹。原来真相这么简单，不是我不够好，不是我不够优秀，而是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孩子。这场游戏我陪你们玩到底。周董查到了，但是1998年7月15日那天，市第一人民医院并没有您的出生记录，记录上只有周世新一个人的，而且档案明确标注他是单胎。果然，知道了。林薇，你先下班吧。另外，把我明天下午的行程全部取消。可是周导，明天下午您约了新能源局的王局长，那是个非常重要的会议。直接回复对方，就说我身体不舒服，会议改到后天。好的，我这就去处理。难道照片上的女人叫婉婉？如果雨雨是我，那晨晨是谁？我的弟弟还是妹妹？为什么秦建华会出现在这张照片里？为什么我的出生记录会被抹去？这一趟旧仓库，我非去不可。尘封了20多年的秘密，明天下午我要亲手揭开它。你来了。你是谁？为什么给我寄那张照片？秦建华？不可能，他不是被判了无期徒刑吗？他怎么可能出现在这儿？周诗雨，好久不见，没想到吧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看来我还是太小看你了。你费这么大劲找我来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只是想亲眼看看苏婉的女儿到底长成了什么样。苏婉，果然，照片里的女人叫苏婉，她是我的亲生母亲。没错，她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女人，也是唯一一个敢背叛我的女人。20多年前，我只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，而苏婉是豪门房地产大佬的掌上明珠。我靠着那张嘴赢得了苏父的赏识，可我不甘心打工，我想要整个苏氏，要他手里所有的地皮。我设计弄死了那个老东西，拿走了他所有的资产。苏婉想报警，他被我关了起来。当时他肚子里怀的是一对龙凤胎，我以为有了孩子他就会认命，可谁能想到，就在他生下孩子的那天晚上，他带着女儿逃了，偏偏把儿子留在了我身边。那个女儿就是你，周诗雨，你流着那个背叛者的血，就注定要替他还债。没错，那个儿子就是晨晨。苏婉那个贱人带着你跑了之后，我找了你们整整20多年，
我发誓，只要找到你们，我一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我要让他也尝尝失去亲人的滋味。所以，当年我和周诗瑜在江边救了你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巧合，对不对？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苏婉的女儿，你故意出现在我们面前，故意给我们那2个选择，就是为了把我圈在你身边，慢慢折磨我。没错，我本来给你准备了最好的地狱，嫁给秦淮，让你一辈子活在烂泥里。可我没想到，你居然选了1000万。周师爷，你果然和你母亲一样，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。至于秦淮，其实根本也不是我的儿子，是我年轻抱养的，自幼被洗脑培养成我秦家最锋利的刀。我2辈子的痛苦，从头到尾都是秦建华亲手布下的陷阱。前世我嫁给秦淮，生不如死；这一世我以为改了命，却依然在他的棋盘里挣扎。周诗晴呢？他知道这件事吗？他不过是我用来牵制你的一颗棋子罢了。我给了周家夫妇一大笔钱，让他们收养，只要他们盯着你，将来就有享不尽的富贵。至于周诗晴，她从小就被宠得贪婪、自私、愚蠢，这种人用来对付你最合适不过了。难怪周家夫妇偏心到那种地步，原来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不是亲生的，收养我只是为了拿秦建华的钱。我母亲呢？她在哪里？苏婉，她早就死了。当年她带着你逃跑，为了保护你，故意引开我的人，最后她自己掉进了江里，尸骨无存。你胡说！我母亲没有死，她一定还活着。死没死，你说了不算。周诗雨，我今天找你来是想给你一个机会，把秦氏集团还给我，再乖乖的跟我走，我可以饶你一命，否则我会让你和你母亲一样，死无葬身之地。秦建华，你做梦！秦氏集团本来就是我外公的产业，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你害死了我外公，害了我母亲一辈子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既然这样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给我老实点！周诗雨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到底答不答应？呸！你这个畜生，我就是死也不会向你妥协。好，很好，带回去关起来，我要让他好好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。怎么回事？你居然报警了！秦建华，你以为我会毫无准备的来见你吗？我早就料到你会耍花招，所以来之前就已经通知了督察组。你这种非法办出来的保外就医，还是乖乖带回监狱去吧。动没动？周董，上班。你没事吧？拦住他！秦建华要跑！周诗雨，你给我等着！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，老实点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，我发誓。周董，总算把他送回去了，这下一切该结束了吧？结束？不，林薇，这只是开始。秦剑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，他刚才说这些话的神情，他一定还留了后手。那关于您亲生母亲的事，秦建华说他已经……我不相信。如果他真的不在了，秦建华没必要露出那种又恨又怕的神情。我有种强烈的预感，我母亲苏婉，她一定还活着。秦氏集团原董事长秦建华因涉嫌组织脱逃、暴力绑架等罪名，今日被法院正式撤销保外救生。可我为什么一点都高兴不起来？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秦建华，你到底把他藏在哪儿了？周董，不好了，疗养院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秦淮逃跑了。什么？怎么会逃跑？疗养院的安保不是一直有我们的人严密监控吗？今天清晨，疗养院的食堂突然发生了火灾，火势蔓延得很快。就在所有人乱成一团去灭火的时候，秦淮趁机打晕了2名看守，撬窗跑了出去。还有，周诗晴也不见了，看样子应该是被他一起带走了。这种里应外合的手段，难道是秦建华在里面指使的？第一，马上报警，要求全城搜捕秦淮和周诗莹。第二，通知保卫科，立刻加强公司总部和我私人别墅的安保等级，全天候轮班。
记住了，绝对不能让他们有任何靠近的机会。好的，我马上就去办。秦淮那个疯子，从来就不是个按常理出牌的，他偏执、变态，恨我毁了他的一切。既然逃了出来，他一定会不择手段的报复。周董，警方已经全城封锁了，但秦淮和周诗雨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暂时还没发现踪迹。秦淮那个疯子已经够棘手了，现在还带着个不要命的周诗雨。他们两个聚在一起，就是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，安保系统必须提到最高级别，一丝一毫的漏洞都不能有。这种感觉又来了，总觉得黑暗里有一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。谁？抓人！周董，对不起，让他跑了。那人的动作不像一般人，实在太快了。不怪你们，那人的身手绝对不是秦淮。秦淮虽然狠，但没有这种顶尖杀手的敏捷路，而且刚才那个眼神，冷得没有任何感情。那他到底是谁？难道真的是秦建华在里面买通的职业杀手？你好，周诗雨。你是谁？刚是不是你想杀我？没错，是我。不过我不是来杀你的，我只是想试试你的反应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不想干什么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秦淮现在在我手里。如果你想知道他在哪里，明天晚上8点，城南废弃工厂，一个人来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不是在帮你，我只是在做我该做的事情。记住，一个人来，如果看到有其他人，你就再也见不到秦淮了。这个男人到底是谁？他为什么要抓秦淮？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我来了。你是谁？我叫苏晨，是你的双胞胎弟弟。苏晨，果然是他，纸条上写的那个晨晨。你真的是我的弟弟？这是母亲留给我们最后的信。姐，这些年你到底是怎么过的？秦建华把我带走之后，就把我送到了国外的一个杀手组织里训练。他骗我说我的亲生父母都死了，是被苏婉害死的。他让我恨苏婉，恨所有姓苏的人。他说等我长大了就让我回来，亲手杀了你，为他报仇。秦建华，你竟然畜生到这种地步，把亲生儿子养成杀手，让他来杀自己的亲姐姐。那你是怎么知道真相的？是母亲告诉我的。半年前母亲找到了我，亲口告诉了我所有的真相。她还交代我，你是我的亲姐姐，让我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你。母亲还活着，她在哪里？告诉我她现在到底在哪里？母亲现在在瑞士，当年她掉进江里之后，命大被一个好心人救了起来，后来辗转去了瑞士。这些年，她一直躲在暗处关注着我们，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和秦建华作对。原来如此，难怪当初举报秦建华的时候，那些隐秘的证据会拿得那么顺利，难怪秦氏的股票会崩得那么快。那他为什么一直不来看我？母亲不是不想见你，是不能。秦建华那些年一直没放弃找他，如果他露面，不光他自己，连你也会陷入死地。况且，母亲希望你能自己真正成长起来，靠你自己的力量拿回本就属于苏家的一切。
我明白了，我知道他是爱我的。对了，秦淮怎么会在你手里？他从疗养院逃出来之后，不安分的到处联络秦建华以前的旧部，想纠集那帮残党对付你。我一直盯着他呢。昨天晚上趁他在废车厂落单，我直接把他抓了。听到了吗？这就是你最后的底牌。姐，你打算怎么处理他？把他交给督察吧。他从疗养院逃跑，已经触犯了法律，而且他身上还有很多案子没有查清，让法律来制裁他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周董，不好了！公司的服务器遭到了毁灭性的黑客攻击，所有的客户资料和财务核心数据都被泄露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们的防火墙不是国内最先进的吗？不知道，对方的技术太诡异了，我们的防火墙在他们面前根本就不堪一击。现在网上已经开始大面积流传我们的客户资料了，投诉电话已经打爆了，所有的客户都要求巨额赔偿。我马上回公司。公司出事了，我得马上回去。秦淮就交给你了，立刻把他送到督察局。好，姐，你小心点。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，我怀疑这件事和监狱里的秦建华脱不了干系。我知道，你也小心点。秦建华才刚刚被重新收监，公司紧接着就遭到了这种毁灭性的打击，这绝对不是巧合。秦建华，看来你的后手比我想象的还要多。拦不住，所有的防火墙都在崩溃，数据还在外流。周董，您总算来了，别自乱阵脚。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？非常糟糕，我们的所有客户资料、财务核心数据，甚至还没签署的商业机密都被泄露了。就在刚才，已经有10几家大型合作商宣布终止合作，银行也打来电话，要求我们提前收回全部贷款。周导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公司不出3天就会破产。查出来是谁干的了吗？还没有，对方的技术非常高明，我们根本追踪不到他的 IP 地址。不过，对方在我们的主页上留下了一个留言，果然是秦建华干的。周董，秦老先生那边催得非常紧，这已经是今天第3次打电话过来，您看这字儿是不是现在这么大笔的资产转让，我总要看清楚条款。既然秦老先生等不及，那就让他继续等。姐，进度还能拖多久？秦建华那老狐狸肯定知道你在拖时间。能拖1分钟是1分钟，我们必须在协议生效前想出万全的对策。秦建华拿到秦氏之后，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他这种人一定会变本加厉的报复。我明白，外围的人手我已经布置好了，只要他敢露面。周董，外面有一位女士要见你，她说她叫苏婉。母亲，妈！雨月晨晨，我的好孩子，妈妈终于见到你们了。妈，您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不是说秦建华一直在找您，回来会有危险吗？我再不回来，你们姐弟俩就要被秦建华那个畜生给欺负死了。放心吧，妈妈这次回来是有备而来的，秦建华再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了。妈，你有什么办法对付他？他手里现在抓着公司的命脉。你们看，怎么回事？秦氏不是一直被秦建华掌控吗？当年秦建华害死你外公，伪造遗嘱，疯狂转移苏氏集团资产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个男人根本靠不住，所以我提前留了后手，偷偷保留了苏氏集团51%的原始股份。后来他虽然强行把苏氏改名为秦氏，但这些股份底册一直都在我的名下。从法律上讲，我才是秦氏集团真正的主人。原来如此，难怪秦建华在监狱里还那么火急火燎地逼我签转让协议。原来他自己心里清楚，他手里那些股份根本名不正言不顺，所以才想通过我这个周家女儿的身份，把资产彻底洗白。妈，那我们之前被他逼着签的那些股权转让协议，是不是就全部无效了？当然无效，你根本就不是秦氏集团的股东，你签的字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效力，那不过是一堆废纸。太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向督察组递交材料，去法院正式起诉秦建华，夺回秦氏集团的控制权。没错，
我这次回来，就是为了彻底终结这一切。我已经联络好了国内最顶尖的律师团队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法院。可是，妈，秦建华手里还有一个神出鬼没的黑客团队，那个黑客团队的技术非常可怕。如果秦建华发现自己底牌尽失，狗急跳墙，再次攻击我们的公司，到几千名员工的资料该怎么办？别慌，他那些三流黑客在我面前不过是个笑话。你有办法？这10几年我在瑞士可不是只养花，我暗中养了一支全球顶尖的网络安全团队，技术比秦建华那些雇佣兵强10倍。刚才我已经让他们远程接入了我们的服务器，不仅拦截了所有攻击，还反向植入了追踪木马。所以公司的数据保住了？不止保住，现在秦建华黑客团队的所有操作记录、IP 地址，甚至他们幕后指使的证据，都已经打包送到了督察组的邮箱里。这场仗从开始他就输了。各位股东，今天召开这次临时股东大会，目的只有一个，选举新的董事会成员和董事长。秦建华在位期间违法乱纪，他的所作所为给公司造成了毁灭性的声誉损伤。现在他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为了公司的未来，我们必须选出真正有能力的领导班子。接下来开始投票选举董事长。我以大股东身份提名周诗瑜担任秦氏集团新任董事长。我反对。秦建明，你有什么意见？我不同意周诗如担任董事长，她才多大？一个连社会阅历都没攒够的小丫头，凭什么管理这么大的跨国集团？她之前经营的不过是个小小的直播公司，说白了就是网红带货。这种不入流的东西，能跟房地产和传统重工业比吗？让她当董事长，只会把秦氏集团彻底搞垮。哦，那你觉得谁适合？我觉得我最适合。我在秦氏集团摸爬滚打了20多年，对公司的每一项业务都了如指掌。更何况我是秦家的人，由我来接手，才能名正言顺地稳住秦氏的根基，保证大家手里的股份不缩水。你，秦建明，你还好意思说你在秦氏工作了20多年？这些年除了吃喝玩乐、贪污后贿，你还会干什么？秦建华在位的时候，你就是他身边的一条狗，帮着他做了多少丧尽天良的坏事。现在秦建华倒台了，你就急着跳出来抢董事长的位置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到底是什么德行？苏婉，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！我什么时候贪污受贿了？你有证据吗？没证据，我告你诽谤！证据，我当然有。各位好好看看，这些全是秦建明这些年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司公款高达5个亿用于个人挥霍的账目，甚至他还亲手参与了秦前华策划的强制拆迁、暴力伤人等违法活动。像这种满身污点的人，有什么资格担任秦氏集团的董事长？挪用5个亿，真是家贼难防。这种人要是当了董事长，秦氏就彻底完了。假，你这是伪造证据，我要告你，你死定了！你尽管去告，我已经把这些东西同步交给了检察院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你就能进监狱跟秦建国团聚了。秦建民，我们接到10名举报，你涉嫌贪污受贿、挪用公款，现在请跟我们走一趟，接受调查。还有谁反对周诗瑜担任董事长吗？我同意，我也同意。周总年轻有为，一定能带领秦氏走向新的辉煌。20多年前，秦建华从苏家抢走了一切。20多年后，我终于亲手把属于苏家的东西全部都拿了回来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再让任何人抢走它。秦氏集团的事情告一段落后，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我把晚星与秦氏合并，成立了新的苏晚集团。我担任董事长，苏晨担任总经理，而母亲则是我们的名誉董事长。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，集团业务蒸蒸日上，不仅巩固了房地产和直播电商，连新能源和生物医超领域也取得了重大突破。愉悦，晨晨，多吃点，这种安稳日子，妈以前做梦都不敢想。一家人团聚，过上了幸福生活。可我知道，还有一个隐患没解决，那就是情怀。